大家好，我係 Wowdy 好笑嘅影評，咁啊講下咧《玩具熊的午夜驚魂2》，英文名係 Five Nights at Freddy 2啊。咁其實第一集我喺戲院睇嘅，咁嗰時我覺得普通料啫。咁依家第二集啦，我再睇嘅時候咧，真係比第一集可能更加遜色嘅。咁我陣間一系列咁樣去講解一下。咁咧全片咧第二集就1個鐘頭44分鐘嘅，咁 IMDB 俾到5.9。Rotten Tomato 咧話陰公咯，影評人咧撳低到係11% 啫，所以有傳咧我聽翻啲鬼佬影評就話咧，即係電影發行商咧就禁制咗影評人再出影評啦。咁嘅顯示咩咧？即係顯示即係無私顯見私咯，唔夠自信咯嚇，好驚俾人哋係咁負評。講真，第一集嘅時候咧 ，IMDB 係5.4分，依家5.9啦。Rotten 咧影評人嗰時俾到33% 都唔係高嘅，即係嫌佢改編得唔好，本身呢個係電玩嚟嘅，一陣間再解釋。但係觀眾滿意程度去到86% 啊嘛，即係全球咧就賺咗大概係3億啦，夾埋佢本土嗰個嘅 box office。咁所以佢成本嚟講咧，即係大概美金2000萬，所以都叫做刀仔鋸大樹嘅。所以點解會去第二集開拍就咁解？但係問題就係佢好可能咧，即係要走一個保守路線。咁你而家越保守嘅時候咧，越出問題啊！我俾分咧，今次第二集咧就3至4啊，第一集5分。係啊，我真係唔係好明點解第一集咁多人睇嘅，咁我而家慢慢去分析下。咁其實第一、二集都係同一個導演，亦都同一個嘅編劇啊嚇。第一集導演就係咧 Emma Tammi， 編劇咧就係 Scott Cawthon。咁其實第一集嘅改編咧都有其他人幫手嘅，但係今次第二集咧好似就 Scott Cawthon 自己孭重飛。個故事原型咧都係嗰個嘅電玩啦。就係2014年推出去市面嘅，咁其實電影同遊戲個分別咧，可能去到最後附錄嘅時候先講解啦。但係簡單嚟講咧，即係嗰個遊戲其實有啲似係可能 Silent Hill 咁樣啦，亦都係有晒所有恐怖嘅元素啊、幽閉空間啊、黑暗啊、睇唔清前方啊、突然之間有 jump scare 啊等等。佢搞多少少新意就係又要透過 CCTV 去觀察咧，即係成個 Freddy Restaurant 嗰啲係古怪被附靈嘅機械人啊嚟到未啊、殺到未啊、喺邊個方位啊，你係要玩隱密 mode 嘅。咁個 stealth mode 咧就係一個遊戲精彩之處嚇，因為你 Silent Hill 裏邊你嘅女主角啊都係時周圍走噶嘛，去解謎啊、去過關啊。但係今次咧個遊戲咧本身就係要 stealth mode，但係你如果放到電影嚟講咧，即係你點樣去隱密模式咧，咁啊係艱難啲嘅。始終遊戲同睇電影咧係兩回事嚟嘅。簡單嚟講，你打機你自己控制節奏嘛。係咪啊？你匿喺個地方唔喐，咁你停咗喺度都得嘅啫。但係電影唔可以，電影嘅節奏咧不在於觀眾自己嘅。節奏太快就交代唔清楚，營造唔到氣氛；節奏太慢又會沉悶。呢個係一個問題嚟㗎。我可以話咧，其實依家第一、二集咧，所有嗰啲驚嚇元素佢係有嘅。咁頭先我講咗啦，幽閉嘅空間係咩咧？譬如係密室啦、地牢啦，你走唔到出去啦，黑麻麻睇唔清楚前方有人追殺你啦，同埋有啲嘅特殊嘅符號啊，譬如啲沙聲嘅電視啦，或者一動不動嘅機械人，你唔知幾時喐㗎嘛。咁呢啲都係啲驚嚇元素，佢有㗎啦，俾晒你嘅。不過你第二集又玩翻啲元素嘅時候，咪冇新意咯。最慘就係你嗰個劇本故事咧，你係劇情好直線啊，高度可預測，重複又重複。即係舉例都係好機械式咁嘅角色啦，入咗險境啦，停留咗喺個險境裏邊，唔知有咩事啦，嚟啦，咁然後死鬼咗，或者遇害嚇，或者俾人捉咗。即係你重複都係咁嘅時候，就真係悶嘅。我起碼瞓咗3次，係戲中間嘅裏邊瞓咗3次。唔單止係我㗎，我聽到有人瞓到有鼻鼾嘅。係啊，因為我好凄涼咁樣，所以有啲影評都話到咧，佢個 Act 3出咗事，即係如果我將套戲切咗到4份嘅時候咧 ，Act 1就開頭啦 ，Act 2就慢慢鋪陳個故事啦 ，Act 3理論上係高潮位嚟嘅，高潮疊起再疊起 ，Act 4就完啦。咁其實喺個角度咧，佢個 Act 1係幾好嘅，開得唔錯嘅。咁但係個 Act 3出事個故事咧推唔到上高峰，個情況有一次係殺手4一樣都係個 Act 3出咗事啊。咁我而家慢慢解釋下。尤其對比第一、二集嘅時候，咁第一集咧喺我角度都講咗，入咗戲院咧，我都係覺得係普通料啫喎，血腥程度有限喎，驚嚇一般喎，我真係唔明點解即係可以全球兼美國本土可以賺夠3億啊，總共賺咗3億，我真係唔係好明嘅。但係有時即係啱啱遇着光光啦，佢好彩啦，咁起碼第一集我都撐到落去，我冇瞓着啊。但係今集中段真係唔掂，我講解咗咯，瞓咗3次嘅原因就係故事太直線啦，個危機感啊，個血腥感啊，各方面咧可以話係兒童級數，因為佢 PG13啊，呢個都係一個好錯誤嘅定位嚟嘅。
你唔係好夠血。你第一集都仲好啲，第一集你仲係可以見到咧一班主角點樣去手印嗰個嘅殺人兇手啊嘛，殺人狂魔，佢就着裝咗喺嗰個嘅兔仔機械裝甲度。但係點解個兔仔機械裝甲出問題啦？咁佢嗰啲甲咧就直插落嗰個殺人兇手度，咁起碼都有啲哇有啲爽快感啦，將個真兇死喺你面前咯喎。咁但係第二集有冇咧？梗係冇啦，因為第一集佢個真兇死鬼咗啦嘛。嗱，講咗少少第一集佢有佢好嘅地方，咁你會令我明我講乜嘢？第一集成功之處係咩咧？嗰個連環殺人狂啊 ，William Afton。咁呢一個 William 咧，應該點講咧？連環殺人犯，如果佢係要係着裝咗喺啲嘅公仔入邊啊，甚至一啲嘅機械公仔入邊咧，呢一個點子係新穎嘅，甚至係改編於個電子遊戲嘅時候咧，佢已經儲咗一班嘅粉絲嘅。咁呢個都係第一集好嘅地方，但係喺我嘅角度咧，就算你係一個連環殺人狂，放咗一個着裝嘅裏邊啦，一個機械公仔入邊啦，其實極其量只係一個 Chucky 咁樣啫。佢都講到有啲機械人係被污靈嘅附身咁樣樣，咁所以咧就控制咗呢班機械人咧，即係四出咁樣去殺害。總之邊個入到嚟呢個 Freddy Restaurant 咧，就會懟冧你噶啦啊！咁遊戲裏邊咧，所有呢啲嘅附身機械人，俾邪靈附身嘅機械咧，都係壞嘅。咁只不過第一集咧，佢後尾有一個反轉位就係、原來咧呢啲嘅機械人咧都係俾嗰啲被害嘅小朋友嘅靈魂附身。咁其實呢個點子咧就同接駁鈴聲 Black Phone 咁樣啫，即係裏邊你主角見到嘅鬼魂咧，其實都係啲受害嘅小朋友。只不過喺受害小朋友咧就附身咗一啲嘅機械熊啊、機械公仔嗰度咯。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佢遊戲嘅裏邊咧，你所有呢啲嘅附身機械人全部都係壞嘅。咁你電影裏邊咧，咁最後呢班烏人野鬼又醒覺，咁第一集裏邊最後佢哋就對付翻，將個槍頭指向翻咧嗰個嘅變態連環殺人狂啊嘛。咁呢個就係第一集咯。咁你第一集刺激地方就係男主角妹妹 Abby 咧，佢係不斷俾啲機械熊啊、機械公仔追殺噶嘛。咁你一路被追殺，咁男主角同女主角咧就要身犯險境咁樣救妹妹一次又一次咁樣咧。咁你嗰個嘅氣氛啊、嗰個高潮都可以咁樣搭上去嘅。你見親小朋友被追殺，你要救佢嘅時候，有時候好難救嘅，就嚟救到又救唔到之間咧。咁呢都係第一集精彩或者可以成功之處咯。咁但係喺我角度，你都係有主角光環嘅時候，我覺得即係都係估到㗎啦。咁但係個緊張感咧都俾到你啦，叫做男主角戲中就叫阿 Mike 啦，咁女主角叫 Vanessa， 咁勇救妹妹咁樣都 OK 嘅。但係第二集咧，你追殺呢一環咧就絕對薄弱咗啦。純粹係 Abby 識錯朋友，唔交損友嘅時候咧，個緊張感咧大減折扣。仲有第二集咧，個新鮮度一定係下滑㗎啦，尤其是我唔滿意咧，有兩個角色咧好似係橫空出世嘅，咁我而家唔講解住啦。咁有時你啲橫空出世嘅角色唔係唔得，咁但係你個角色嘅鋪陳咧，我覺得要夠咯，要有咯，咁你先至有嗰個說服力，同埋同角色之間嘅關係你要解釋到。如果唔係嘅時候，有啲夾硬嚟咁嘅意思喎。尤其是有啲咧，舉個例啦，喺度嘟嘟嘟有啲劇透啦，唔想聽就唔好聽啦。譬如突然間多咗阿哥啊，多咗細佬呢一啲咧，又或者無端端又多咗玩具熊背後咧有一個叫快女屍嚇，咁個快女屍係邊個附身上去嘅咧？咁點解又唔講解住？咁你可以入戲院睇啦。咁我講晒咪冇人去睇，係咪？唔可以只係我睇到嘅，大家都要去睇下。咁呢個快女屍咧，今次就係一個大奸角啦，佢就控制晒所有嗰啲玩具熊啊、機械熊啊咁樣嘅。個問題就係第一集係連環殺人犯啊嘛。咁但係第二集嘅時候咧，咁第二集嘅時候個連環殺人犯咧就唔係嗰個嘅大奸角嚇，佢再出現嘅時候咧都係喺女主角 Vanessa 嘅夢境裏邊。咁我想問你喺夢境見到個大奸角嚇，即係 Vanessa 個爸爸嚟嘅。其實 Vanessa 咧就係連環殺人犯個女嚟嘅，但係問題就係你喺夢中你見翻你個殺人狂爸爸又如何？你唔會影響到現實噶嘛？你唔會好似係 Freddy's Nightmare 咁樣猛鬼街嗰個咧，佢可以將夢境化為現實。咁而家唔係啊嘛。咁你喺夢境俾人哋追殺嘅時候 ，so what？Who cares？咁個緊張度真係唔得喎，一啲都唔緊張咯。咁除咗頭先講嘅劇情可預測啦，冇晒新意啦，即係新鮮感係完全下滑之外咧，你個劇情係太直線係估到啊！即係不單止係個故事估到啊，就係啲 jump scare 位都估到咁啊死人啦！你往往全部即係我開頭都冇咁留意咁多嘅，但係我因為估計到個劇情。咁我都估計到呢個位差唔多出 jump scare 啦。咁你次次都係咁嘅時候咧，就真係悶到抽筋冇感覺嘅。
真係冇感覺。或者我呢啲老鬼咧係唔公平㗎啦，對呢套電影，可能一啲年輕嘅觀眾點都有啲 jump scare 位係嚇到你嘅。咁但係我哋睇嘅時候，都活到呢把年紀，咁有啲咩位係未見過呢？咁然後即係照版煮碗一次又一次，用唔同嘅 jump scare 咧，又嚇你唔到嘅時候咧，就變咗悶。所以我嗰時候開始聽到鼻鼾聲啦，而我自己都忍得好辛苦，我最後都頂唔順，我都瞓咗3次，即係掙扎咗3次啦，起碼。咁有啲老外咧分析就係咧，如果你打機嚟講，你變咗一啲嘅短篇章咧，冇問題嘅，或者你故事唔夠連貫咧，你打機嚟講係冇問題，真係冇問題嘅喎，因為你隨時 save，隨時去走開食飯玩啊，去廁所冇問題。但係你睇戲係唔可以停低，唔可以 save 噶嘛。咁所以你嗰個故事連貫性咧，要將個劇情推上去就好緊要啦。咁但係如果你純粹係將個遊戲模式搬咗落嚟咧，就係佢舉個例子啊，譬如你話係你一個角色嚇。對住嗰個仇家玩具熊追殺你咁樣啦，但係如果你呢個模式係不斷重複嘅時候係好鬼悶嘅，好悶嘅。往往你就係又去到險境，留喺個險境好驚，然後最後遇不測，但係你重複咗幾廿次啦嘛，咁啊真係好悶。咁呢個可能就係有賴呢個導演嘅功力夠唔夠啦，個劇本咧寫得夠唔夠細膩啦。咁好明顯咧，呢兩方面咧都係大打折扣噶啦，對比第一集。咁頭先我講解咗少少嘅，咁原來嗰班機械熊咧，其實都係俾啲受害者嘅小朋友嚟嘅，咁佢最後醒覺嚇，咁啊將個槍頭咧指向翻嗰個嘅真正嘅殺人兇手，就唔好再對咧女主角同埋佢妹妹 Abby 啦。咁電玩裏邊咧就係啲所有嘅受害小朋友咧，佢哋將個槍頭就指向晒所有成年人，唔理㗎啦，有殺錯冇放過嚇，咁佢個電玩設定。咁所以個電影裏邊咧，佢有一個嘅微調，有一個改良，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你第二集嘅時候，你冇新意嘅嘞噃。我諗翻第一集咧，完全都係呢啲角色嘅，有 Freddy Fazbear 係有隻熊啦，有 Bonnie the Bunny 啦個兔仔啦 ，Chica the Chicken 有隻雞啦 ，Foxy the Pirate Fox 有嗰隻嘅狐狸，仲有 Golden Freddy。咁我頭先解釋咗嘅，即係第一集起碼有個殺人狂，你睇住佢咧自作自受嗰下咧都係爽嘅。但係今集佢都喺個夢裏邊出現啫嘛，一早死鬼咗咧，有咩爽咧嚇？換嚟嘅就係嗰啲 bad dreams 咁啊 ，so what 咧 ？bad dreams 唔會實體化噶嘛，咁有幾恐怖咧？係咪？咁有啲影評我有留意到嘅，譬如 Hong Kong Movie 有2個影評都俾到好高分嘅，一個5分添，有一個4.5啊。佢其中一個讚位就係咧，佢覺得血腥程度啱啱好，又唔會太血腥，又緊張刺激。咁我覺得哇唔掂喎，血腥程度，即係我哋期望入到去嘅時候，你一定要俾足夠嘅驚嚇度我啦。咁而家冇啦，因為高度可預測啊嘛，個劇情重複又重複，而且血咧如果用得恰當嘅時候咧，可以將個驚嚇度咧係調校到適切位嘅。咁但係因為你而家唔夠血嘅時候咧，我頭先講咗咯，你連嗰個嘅大仇家即係連環殺人犯啊，即係第一集你都見到佢自作自受嗰一幕啊，咁但係你依家冇喎，咁個 PG-13嘅定位咧係完全錯誤嘅，因為你 PG-13嘅時候咧，你係適合咧13歲或以上嘅細路仔睇咧，咁佢個血量就一定係要調校到最低。咁嘅時候咧，有時太低啦，真係太兒童向咯，就唔好睇噶啦。尤其是我哋呢一種老鬼咧，睇慣溝片嘅時候咧，我真係覺得你睇一套卡通片咁樣樣咯，係一個兒童向嘅卡通片，係唔驚嚇唔好睇先至係死。仲有咧，其他嘅角色啦，因為你個故事咧太高度可預測嘅時候，其他角色都係冇意義嘅。有冇佢哋都冇所謂嘅。譬如嗰個科學老師咁樣樣啦。咁佢又對個男主角阿妹 Abby 好衰嘅，咁時時個老師啊 bully 個學生啊咁等等，但係佢點解要咁樣 bully 佢咧？佢都有解釋，但係你同嗰個故事嘅主線發展冇乜關係，以至到女主角 Abby 咧，佢話要報仇咁樣，咁可能其他機械熊幫佢也好，咁但係當中有幾多劇力或者劇味咧？你即係顯得嗰個細路仔好無知啫嘛，話個細路仔其實都好自私嚇，咁你同嗰個大人有咩分別啫？佢恰你，你恰翻佢咁樣咯嚇。依家就係佢恰你啫，你懟冧佢喎，咁係兩回事嚟噶嘛啊！咁當然你可以話 Abby 咧，佢都係冇咁樣諗過嘅，係嗰啲機械熊啊、機械雀啊、兔仔啊，佢自己做多部啫。咁你呢個自己去睇啦。但係我自己覺得，我同意嗰啲鬼佬影評咧，呢啲嘅配角咧其實係好戲嘅，但係嗰個劇本咧寫得唔夠成熟嘅時候咧，嘥咗呢啲嘅配角。
另一方面咧，呢個我自己嘅睇法就係咧，女主角其實都幾好樣啊，幾靚女啊。咁雖然佢阿爸係殺人狂魔啫，咁唔關佢事啊嘛。佢係一個忠心耿耿嘅女警添嚇，充滿正義感嘅嚇。佢連佢老豆都會手人嘅。咁呢個飲得杯落啊！如果我係男主角，一早就 approach 佢，叫佢做個女朋友嗰啲啦。咁但係咧又唔知個男主角搞乜鬼喎？嗰個男主角咧其實就係《Hunger Game》裏邊嗰個嚟㗎。其實佢都 OK 靚仔嘅，不過就唔夠高大。Josh Hutcherson 戲裏面飾演 Mike 啦嚇，我係嫌佢矮一啲啦。咁依家 Elizabeth Lail 佢喺戲裏面飾演 Vanessa。咁我頭先都講咗飲得杯落，但係你見到靚女嚇，佢咁唔開心，咁楚楚可憐，你都唔係關懷佢、關心下佢，呢啲唔 make sense 嘛？喺現實裏邊，你即係同佢食飯，即係我唔係為人上床啊，我即係話 approach 佢，不如做我女朋友啦，我會照顧你嚇。你有啲唔開心，你話我聽啊，就唔係純粹只係做一個好普通嘅朋友、普通輔導員咁樣咯。然後最後做一個好違和嘅情節嚟，我覺得好奇怪。你明明都唔關佢事，做乜怪佢咧？佢都係充滿咗傷痕嚇，佢都係有故事的人嚇，梗係俾機會人啦嚇。男主角好絕㗎，咁你自己可以睇下男主角點絕法。所以我覺得唔 make sense，因為正常嚟我哋呢啲啦，鐵漢柔情，見到靚女就跪低㗎啦。咁我唔係好明男主角點解要咁做，好奇怪。所以有時越睇越猛整㗎嚇。咁所以我俾到3-4分，偏向3添可能。因為如講猛嘅地方。咁電影唔係一無是處嘅，佢讚嘅地方咪頭先有個女主角靚女咯 ，Elizabeth 咁佢飾演嘅 Vanessa 啊嘛。咁又仲有呢個新興嘅靚女啦，就喺 Ghostbuster 第4集裏邊咧 ，McKenna Grace。咁依家長大成人啦，喺電影裏邊咧係飾演一個叫 Lisa 嘅靈探咁樣樣嘅。咁其實有靚女睇咧，咁都好過照我睇醜女啦，起碼唔係眼睛受罪先啦。咁但係個問題，佢今次個大奸角變咗好似係附身咁樣樣咧，咁就冇咗一種連環殺人狂咧，即時追殺你嗰種嘅緊張感啊！所以總結嚟講咧，我完全係對第2集非常失望啦。咁第1集我都覺得好普通嘅啫。咁今次你就係即係 below average 嚇，一啲都唔緊張之外，仲係沉悶啊嘛。你唔緊張都唔緊要，唔好悶嚇。咁但係哇〜又唔緊張，又沉悶，咁就好凄涼。咁其實你而家最後嚟到個附錄時間咧，講解少少咧遊戲成功嘅地方，同埋遊戲本身同電影唔同嘅地方。咁頭先都講咗嘅，如果你遊戲設定咧，所有呢個機械熊啊、機械公仔全部都係奸嘅。咁但係第1集裏邊咧就扭轉咗一樣嘢啦。咁同埋你第2集你個高度可預測嘅裏邊，嗱都唔好聽啦，唔想聽。個問題係你第2集你只係召喚翻第1集壞晒嗰啲嘅機械朋友出嚟救你。咁出嚟救你，咁咪完。咁好直線喎，唔得喎。我特登留意翻咧，有啲打機片段又真係刺激嘅喎。你齋睇都刺激，你睇住人打機都刺激，因為你一個漆黑嘅空間。你唔知點算，你唔知佢機械熊幾時殺到你，咁你只可以透過啲 CCTV 不斷去唔同嘅地方觀察安全嘅時候你先行動咁呢一個係唔錯嘅點子嚟嘅，但係呢個點子你未必可以完全搬到落去咧電影嘅裏邊啊嘛，因為會太重複啊個 pattern。同埋頭先都講咗啦，你又係玩大面具嘅時候太低能咯同埋嗰年份啦，睇翻網上資料咧，佢都有少少唔同嘅年份嚟講啦。喺遊戲嘅設定啦，嗰係2014年推出啦。遊戲設定咧就係90年代嘅，咁佢仍然運作中㗎。即係遊戲裏邊咧嗰間咁嘅古怪餐廳咧仍然運作中，但係第1集裏邊咧已經係結業啦，荒廢咗㗎啦。咁我覺得第2集開得好嘅就係佢翻返去1982年個故事嘅緣起咁樣啦，即係當係另一個嘅前傳。佢講到另一間嘅餐廳，咁我覺得本身係開得好嘅，但係之後就承接唔到咯。仲有咧遊戲嗰個角色咧，男主角阿 Mike 咧，其實原來佢都係咧個殺人狂嘅仔嚟嘅，大仔嚟嘅。咁電影就冇沿用呢個設定啦。咁依家電影加咗佢個妹 Abby 咁樣咯。而男主角阿 Mike 咧，佢自己個細佬啊，亦都係一個受害者之一。即係我唔知道一半血緣嘅細佬定係點樣啦。咁總之佢細佬都係受害者啦。咁 Vanessa 咧喺本身遊戲嘅設定裏邊咧，都真係個殺人狂個女嚟嘅。佢本身就係一個電腦遊戲嘅開發員。咁最後都證實係殺人狂 Afton 個女啦，所以最後遊戲故事咧，其實都係阿哥哥啊同阿妹啊喺度係過五關斬六將咁樣嘅。
咁但係電影就將佢設定做情侶啦。咁我自己覺得其實呢個情侶嘅點子係好嘅，但係當中嗰個戀愛氣息係唔夠咯。講真，如果你男女主角真係好 close 嘅時候，你去到啲生死關頭要作出犧牲呢，係為對方犧牲呢啲咪好睇咯。但係冇啊嘛。同埋呢，電玩嘅遊戲裏邊呢，嗰個嘅着裝嘅裝甲出錯呢，就純粹係個殺人狂 Afton 啦。佢走入咗一個廢棄嘅 Freddy 嘅餐廳，咁佢拆除一啲電子玩偶嘅時候，唔小心就釋放咗一啲被害嘅細路仔靈魂。咁同第一集電影唔同就係呢，但係電影第一集係 Abby 令佢哋醒覺咁樣，然後將個槍頭咧指向翻個殺人狂，即係嗰個醒覺嘅原因同埋嗰個復仇嘅機會咧都係唔同咗嘅。不過無論點都好啦，有時咧電玩係好難咧直接咁去 copy 落去電影度嘅。我覺得恐怖遊戲可以成功咁移植到去電影咧，就係 Resident Evil 1、2。移植得好唔錯，咁同埋 Silent Hill 第一集，我都覺得係好唔錯嘅。如果用呢個向度去睇依家呢個電影第二集嘅時候呢，就真係3分，甚至更低都唔出奇。如果你歡迎上嘅分享咧，請 like、share、subscribe，多謝各位，拜拜。